茉莉乌龙茶 vs 香片，四个你必须知道的区别，超级深入谈谈香片。FAO 全球农业文化遗产。你是不是茶迷，还是刚踏入茶的世界？想搞懂这些看似复杂的茶名，是吃力还是简单呢？这是一个专门讲乌龙茶的频道，在你的生活周遭总是充斥着茶，有注意到吗？手摇饮料的茶， Seven 冰箱的罐装茶，便当店任意可装的茶，公司茶水间的茶，餐厅的那壶茶等等。你可以再仔细想想，应该能再挖掘更多喝到茶的机会。只是说到茶，往往想的是去茶艺馆、泡沫红茶店喝的茶，不是谁人送来的高贵茶叶，等有时间再泡来喝的茶。你有想过吗？在台湾就是那么容易喝到茶，既然茶那么接近你，不如动动手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花少少时间听听茶的新知和历史故事。今天就要聊些算是历史中的考古之新知。你有喝过或听过香片吗？那么香片又怎么跟茉莉乌龙茶扯在一起呢？两种让人容易混淆的茶，茉莉乌龙茶和香片。别担心，我们不会让你困惑太久，这影片就来帮你搞清楚这两者的四大区别，让你在茶会上成为知识小达人。一、茉莉乌龙茶和香片的制作工艺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这两者的制作工艺。茉莉乌龙茶可不是简单的乌龙茶加茉莉花，而是让茶叶经过发酵后，再把茉莉花与发酵后的茶一起印制，让茉莉花的香气完美融入乌龙茶叶中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呢？这可不是一夜之功，需要反复吸收花香，才能达到那种恰到好处的香气浓度。相较之下，香片也就是茉莉花茶，走的是一条直接路径，用绿茶直接和茉莉花一起印制，花香立刻就抓住了茶叶。想要速成的话，香片真是省时省力。二、茉莉乌龙茶和香片的风味。接下来谈谈口感。茉莉乌龙茶顾名思义，它的底茶是乌龙茶，乌龙茶本身就有丰富的层次和浓郁的口感，再加上茉莉花的香气，整个味道相当复杂且迷人。喝一口，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秘密花园，层层香气扑面而来。香片则较为清新简单，因为底茶通常是绿茶，就是没有发酵过的茶叶，茶汤清澈，花香明显，入口就是一种清爽的愉悦感，像是漫步在春日的花田中，让人心情舒畅。三、茉莉乌龙茶和香片的适饮时机。你什么时候适合喝茉莉乌龙茶或香片呢？就要看你的心情和场合了。茉莉乌龙茶因为口感丰富，适合在午后的时光和朋友一起细品，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。它的多层次风味让茶会变得更有趣。香片则是在你忙碌一天后的好伙伴，晚饭后来一杯香片，让清新的花香和淡雅的茶汤帮你舒缓一天的疲劳，准备好进入甜美的梦乡。前提是你喝绿茶不会失眠。四、茉莉乌龙茶和香片的健康益处。最后，当然不能忘记健康这回事。茉莉乌龙茶因为是乌龙茶基底，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抗衰老和降血脂，
真是内外兼修的好选择。香片也不遑多让，绿茶本身含有丰富的儿茶素，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消化，喝起来轻松无负担，简直是养生达人的最爱。茉莉乌龙茶和香片，无论在制作工艺、风味、适应时机，还是健康益处上，都各有千秋。想要体验多层次的风味，选茉莉乌龙茶就对了。想要清爽简单的饮品，那就来一杯香片吧。不管怎么选，这2款茶都能带给你不一样的品茶乐趣。下次在茶会上，你就是那个最懂茶的高手了。了解到茉莉乌龙茶和香片的差异，但你有没有想过香片这名词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抛开香片这个名词下的意义，让你一口气喝懂它。香片的基本概念，香片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另一个名字，听起来是不是一下子就亲切多了呢？这种茶可不是普通的花茶，它可是有一段美丽的制作过程。香片的诞生始于将绿茶或者是其他轻发酵的茶与茉莉花混合印制。然而，最初香片这名词在南宋时就有花香熏茶的做法，不管是用桂花熏茶还是牡丹熏茶，都叫做香片。只是在中国的苏州做出品质绝佳的茉莉熏绿茶，就这么着，香片这名词专指茉莉绿茶了。熏是个动词，而古人给了它很文雅的名称，熏等于印制。印制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，简单说就是用瓷罐上一层刚摘下来的花，再铺上一层刚摘下来的茶茎，再铺上一层鲜花，再铺上一层茶茎，让茶叶吸附吐出来的花香，再用纸包在瓷罐外面，放在锅子里，隔着罐子加热至水滚。水滚后，即将罐子拿出来放凉，之后取出罐子里的茶叶，放在火上烤干为止。上述的做法已被列为 FAO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在中国的福州，仍有用印制方式做香片。那茉莉花的香气可是有一种魔力，当香片泡开的那一刻，香气扑鼻而来，就像踏上了一片茉莉花田。这种香气可不是短暂的惊鸿一瞥，而是细水长流，持久而迷人。喝上一口，感觉整个人都被包裹在茉莉花的怀抱中，真的是一种幸福的享受。香片就是这么一个从古老中国走向现在的故事。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品味这杯充满历史香气的香片，享受那份穿越时空的美好。下次你再端起一杯香片，不妨想象一下，你正在与1000年前的人共享这杯流传千年的美味茶饮，感受那份历史的沉淀与香气的迷人。当然别忘了要尝最丰富口感的茉莉乌龙茶，只能在台湾哦。台湾是全世界制作乌龙茶的佼佼者，再结合与茉莉花印制的功夫，要不令人惊艳也难。